过来一下，听我说两句。哎，明天呢就是除夕了，按照医院的老规矩，择期手术顺延到年后，能出院的都办理出院。一是让病人回家过个年，二是医护人员也能轮休几天。但是，你们都懂的，生老病死可不会绕过春节的，所以可能会值班。经过3个月的故障排查，没有一台样机发生过问题。我现在可以非常确切地告诉大家，我们可以进入动物实验阶段了。王海明，你之前是过分自信，这次又过分小心。如果人外医院比我们快，我都算你头上了。王工，你可真是凭一己之力，生生地将动物实验推迟了3个月。比起快，稳定性好更重要。我认为这3个月不叫浪费时间。哎呀，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暂时定年后吧。年后做第1例动物试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跟护源的合同还有一些后续的协议要签。协议的事别跟我聊，去跟医务处聊。有人比我们会讨价还价，是吧，欧阳处长？知道了，走了。我去跟他谈一下啊。哎，主任，这王工和欧阳处长一向不对付，他俩一块合作会吵起来的。放心吧，我觉得今后都不会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老秦让我跟你请个假。他为什么请假？老秦8成被他的小女友卖到山里挖煤去了。主任，外面有人找您。哎，徐明野，唐医生，是哪儿不舒服吗？上次复查的时候结果都挺好的。我不是为了复查来的，之前啊在医院拍的照片我洗出来了，想作为礼物送给你。谢谢你给了我一颗健康的心脏。确切的说，应该是我拿走了你的心脏。拍得很好。喂，叶主任，离他预产期不是还有1个月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协议的事情，护源那边怎么说？我一会儿把会议记录发给你。为什么是一会儿，不能现在吗？因为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还有比协议更重要的事儿吗？啊，你看，我爸啊，他加我微信好友了，这都是他跟我聊的。他说，他知道我是你男朋友的事儿啊，然后，比较关心我们2个人相处的好不好。哦，他还问我有没有时间，说过年的时候可以去你们家过年。啊，小尔吗？姐，你来了。佳玉，这是我老公李辉，你们还没见过啊？你好。情况怎么样？昨天晚上开始工作的，用了药，想让胎儿在子宫里多待几天，但现在看来，今天肯定要出来。昨天晚上为什么现在才说？病人不让说的。啊，叶主任说你昨晚有手术，你又不是妇产科医生，妈说不如让你好好休息，是吧，妈？看一下胎心吧。因为没有到预产期，所以胎儿的心脏还是很严重。还有什么办法？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孩子出生之后才能确定。孩子出生后需要尽快手术。你放心，已经和新生儿科和介乳科都说过了，孩子出生马上会诊。你怎么来了？吕潇说给产妇打了无痛，我来看看情况。如果有什么情况，随时通知我，我回科里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在产房外面等着，徐江月马上进产房了。
他有家属陪他，他自己也说了，我不是妇产科。行啊，还是那么冷血啊。还有你，我什么呀我？无痛分娩，我们科室叫人从来来的都是主治医，什么时候麻烦过叶大主任啊？他就徐江叶特殊，就因为她是唐主任的妹妹。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来，应该换李潇来，是不是？开玩笑的，有主任当然用主任啦。正式通知你一下啊，明天回家里吃年夜饭。啊？喂，刘峰，我跟周林谈过了，你说什么？抑郁症？我真没想到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可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说这个，我手上有个很重要的病人，晚一点再说，好吧？你说这都快过年了啊，病人少了，也没什么手术了，要是天天这样，可就好喽。天天没手术，你不难受啊？老秦，你怎么来了？咋了这是？哎，老秦，你今天不是？不要问我为什么请了假，又为什么来上班这种无聊透顶、荒唐至极的问题。哎，咋了？叔，你今天没穿你那件爱心羊绒衫呢？别给我提这羊绒衫，以后再也别提了啊！我就告诉你们吧，要不然你们这群爱打听八卦的早晚也得知道，哼，我现在又恢复单身贵族了。别幸灾乐祸，我懒得管你。不，单身贵族，你跟我们说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他不光是骗了我的感情，怎么着你了？还骗了我的钱。叔，咱客观的说，那也不能算骗。他们家衣服还不错，你就当做是消费了嘛。不光是几件衣服的事儿，还有别的。还有啊？啊，老秦，你还剩什么呀？这么多，别动，这灯坏了。这都是高科技产品，很金贵的，5800一台呢。但是买10台可以送2台，如果亲戚朋友要想要的话，还可以适当的打个折。哎，这个美琪呀，表面上看她是个柜姐，其实她是个挺好的微商。哎，老秦，这东西这么贵，有什么作用啊？失眠、健忘，体虚、肾虚、肾弱，尤其是对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有特殊的疗效。对冠心病，冠心病，人呢？都不在。哎，你们去哪儿了？主任，老秦这柜姐太坑人了，老秦也不容易，他真下得去手。主任，我们刚才上了一堂生动的防诈骗课，伤害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这是主任，你用按摩仪吗？能治疗糖尿病和冠心病的那种。主任，我好像又失恋了。我觉得咱们组婚姻最幸福的，那就是周达了。节哀吧，秦大忠。好像说的有道理啊，我们组婚姻最幸福的应该就是周达了，倒是个很好的例子。主任，即便是我婚姻特别幸福，你也别那样看着我，我心里发怵。坐下吧。我是想说，徐江月早产的事儿。我刚才去看了一下，肚子里的胎儿胎心发育，并没有我们预期的好。那这个孩子真是命运多舛。所以我认为还是需要手术的，只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术式，希望球囊介入就能解决。这是新生儿主动脉瓣狭窄的首选术式。我就是提前给你们打个招呼啊，别到时候我要手术，找不到你们人。你放心吧，主任。婚姻幸福的，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爸爸怎么知道王海明的微信？还不是趁我睡觉啦，他从我手机里找出来的。这个老头子胆子大得很嘞。
要不然今天就跟他讲了吧，这事也瞒不住了呀。要讲你去讲啊，我可不敢讲。我要是讲了，你爸爸、奶奶、姑姑能让我安生吗？我不敢说，那怎么办呀？先不要着急，不然你可以让小王先给他回个微信，啊，就讲嘛，这个他家里有事情来不了了，好吧？然后等到过完年，我们慢慢的给爸爸讲。他有高血压的呀。这倒是个办法。那我不跟你说了啊，先挂了啊。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发你的资料，你看了没啊？我还没来得及。啊？这太不像你了！你平时工作的事儿都那么积极的。还不是因为我爸的事儿。那个王海苗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我就知道。没问题，我们是同事嘛，对吧？本着这个互助互利的原则，我就再帮你一次，做一回你的男朋友。你不就是想让我做男朋友陪你回家过年吗？哎呀，那个其实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就不用说了，大家都是这个年纪的人，都明白的，对吧？在家里被家里人催婚，我懂啊。我正好也不想回家过年，家里亲戚太多，在耳边唠唠叨叨，烦都烦死了。这样，我今年就跟你回家过年，好吗？但是有一个事儿，咱们提前沟通一下啊。这个一路上你得对我态度好一点。你不能像以前那样，我也要面子的啊。好，徐江月，刚才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现在听我的啊，全神贯注的深吸一口气，把气吸进去啊，然后再全神贯注的向下用力，来试一下，气先吸进去，吸足，好的，往下使劲儿，徐江月。好的，非常好啊！是个男婴，34周的早产，体重12.2公斤，新生儿的评分是5分，婴儿现在已经在新生儿病房了。检查的结果大家应该已经看过了吧？接下来就看心外怎么决定了。龙向东，新生儿的左心虽然得到一定发育，但是有微重度的主动脉瓣狭窄，现在已经给了前列蒂尔。维持主动脉导管的开放，用右心室支持体循环，但是呢，还是有猝死的可能。我认为需要尽快手术，首选是介入球囊。虽然这是姑息的疗法，但是会有改善，而且这样做为今后的手术打下基础。孩子现在身体代谢紊乱，耐受不了手术，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。麻醉这边也有问题。得过了今晚，看明天的情况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看今晚能不能熬过去啊。要不我去找家属谈吧？上次徐江月住院的时候就是我管着。不用你去，我去，我亲自跟他们说。对的，护士长，我先走了啊，我不走。放心吧，那个，如果能熬过今晚，明天麻醉不会有问题吧？现在没有办法推测。以你个人经验来看呢，我想心里有个数。是，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呢，现在就是无法推测，得看明天的情况。来了，走。不用了，徐叔叔他们呢？哦。李辉情绪快崩溃了，徐叔带他出去透透气，顺便吃口东西。他们1天没吃东西了，你吃不吃？不用了。会诊结果，你先不要动，你刚生完孩子，躺好。那我是等他们回来再说，还是？我等不了。说吧，我能承受。早产的胎儿身体本来就弱。再加上他之前心脏的问题，他现在身体代谢功能特别紊乱，身体的情况很差，所以没有办法耐受手术。
只要能够熬过今晚，明天身体一有好转，就可以手术。好好休息吧。佳宇，这孩子就拜托你了。他是我的病人，我本来就应该对他负责，不用你盯住我。进。哎，刘渊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没事儿，是我们唐主任叫我过来的。他说，让我跟您传授一下这个幸福婚姻的秘诀。说说吧。那刘渊，那我就浅谈一下。其实吧，这个婚姻幸福啊，就俩字儿：平等。夫妻付出的感情平等，大家承担的义务平等。妻子生孩子这事儿，对吧？辛辛苦苦怀胎10月，经历各种的生理不适，生完孩子以后，如果孩子由丈夫抚养，那叫平等。你负责生，我负责养，一人一半儿。那现实呢，恰好相反，啊，丈夫下班回来以后，带着孩子去小区里边溜达一圈，街坊邻里看了以后说：“你看看，哎呀，这好丈夫啊！”老婆呢，每天累死累活工作一天，对吧？然后，人家还怎么说呢？说你看啊，这家庭主妇，花着男人的钱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真是悠哉。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夫妻2个人天天见面，对方过得好不好，不可能不知道。要是真不知道，那也是装不知道。你说的还挺有道理。你怎么对这些这么清楚啊？刘远，我不怎么上手术，基本上都在病房里看病人，这事儿你应该大概听说过吧？我也奇怪，你说，别的外科医生啊，都是削尖了脑袋要进手术室，你怎么是个例外呢？我也不算例外，我以前也是往手术室里钻。就是在我老婆怀孕生了孩子以后，她得了很严重的产后抑郁症。我看到她那么痛苦，我那时候就在想，就算我努力地评上了主任的职称，可是我身边最亲的人过得不幸福，我能算得上成功吗？我配做她的丈夫吗？我有脸跟我的女儿说我是一个好爸爸吗？就是这些问题，在我想明白以后，我就跟我老婆说，我说我帮你看孩子，我陪你去看病，这孩子是重要，但是你更重要。咱俩以后啊，就每个人实现一半的人生理想，不能让一个人牺牲全部去成全另一个人。所以，有的时候我尽可能的按时的上下班，挤出时间去照顾孩子。有的时候看到我的同事取得了成绩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很羡慕。但是只要我一回家，看到我老婆孩子的笑脸，我就想，名利算什么？这2个女人对我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们注意安全啊！刘龙，209床情况不错，给他开出院了。啊，心里有事儿。我未婚妻父母啊，他们订了邮轮7日游，让我今年别陪他们过年了。但我就是觉得有点……哎，你瞧啊，人家老人现在都试着准备要跳出来了，某些人是不是可以跳出来？老崔，要不陪我值班吧？今天和明天。明天可是除夕，反正我也是一个人。行。
主任，你还不下班啊？啊，我今天不回去，我担心那个早产儿晚上有什么事儿。那我先走了，今天小峰值班，要是忙不过来，你就给我。好。唐主任，那个主动脉狭窄的早产儿有什么异样吗？没有。你去忙吧，我跟着他。好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。没事儿，又不是剖腹产，能走路，我就想来看看孩子。你先回去吧，有什么情况我还让别人通知你的。那你能陪我说说话吗？我现在才明白，做母亲是什么感觉，所以我更同情她。他是谁？尤海丽。你不用同情他，他过得挺好的。姐，这些年他是怎么过来的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我没有那么幸运，因为我不像你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我。他想永远瞒着你，但是今天我必须要告诉你真相。如果你不知道，你会继续伤他的心。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一直耿耿于怀。你爸去世1年后，他就改嫁了。你以为他看上的是我爸的钱，对吧？你爸去世以后，你爷爷奶奶在干嘛？我爸葬礼的时候他们没来，后来搬到我大伯那儿去了。他们没来葬礼，是因为你爷爷知道儿子去世，脑出血中风了，送到医院做手术，然后住 ICU， 花了不少钱，一大半都是尤海丽出的。那时候你奶奶劝他，说还是把钱留着，给你们娘俩以后用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他不尽力，你爸在天上会怪他的。后来爷爷瘫痪，没办法，只能送去养老院。但是大伯只拿得出1半的钱，于是尤海丽又承担了另外1半，这样下来他就背了不少债。可是我爸走之前留了好多钱给我们，我上大学所有花的钱都是我爸留的，他怎么会欠很多债呢？你爸爸是中学老师，能有多少积蓄？所谓你爸留下的那笔钱，也是尤海丽骗你的，为了让你不觉得寄人篱下。你好好想想，你爸去世后的那1年，你们的生活真的衣食无忧吗？妈，我想要这本。我过去看看啊。便宜点。行了，202本。妈，你怎么不点面？你不饿吗？我早上吃撑的，到现在还饱饱的呢。你吃。要维持你以前的生活水准，要补贴爷爷的开销，还要还以前欠下的债，只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怎么可能够啊？那段时间他过得非常拮据。我爸提出来帮他还债，帮他一起抚养你，他拒绝了。我爸又说，我给你女儿提供最好的大学，在我的经济能力范围之内给她最好的生活。尤海丽只考虑了几分钟就答应了。你连结婚都只是发了一个电子邮件，发了一张婚礼合影，他
他太想你了，一定要去看看你才放心。姐姐，我知道这些年你自己心里很痛苦，我知道你不好过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你是失去了父亲，她也失去了丈夫啊。可是她不能崩溃，她要保护你，她要保护她的女儿。这些年一直是她在为你遮风挡雨。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，她都不把这些告诉我？如果告诉你，你还能那么任性的长大吗？你还能心安理得的离开家吗？你知道吗？连你不接电话，他都替你找好了理由。他说：“这样也好，佳宇走得越远，就越能把小时候的不如意都忘了。”我问他：“那姐姐把你也忘了怎么办？”他哭了。然后又说：“反正她不是一个好母亲。”谢谢你，江月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孩子情况不好了，怎么办？氧饱和度掉的太快了，上埃克蒙。好，快！埃克蒙到了吗？我去看看，要快！情况怎么样啊？孩子现在情况很稳定，准备可以手术了。谢谢姐姐。麻醉完毕。球囊扩张以后，孩子的左心可以支持体循环了，应该再过个几年还要经历2次或者3次手术，所以你们的战争才刚刚开始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有，谢谢你，唐医生。瞎叫什么呢？这是你姐。哦，对不起，谢谢姐。那赶紧告诉江月吧，她一定很着急了。佳玉，谢谢你。佳玉，你熬了一晚上了，真是太辛苦了。你好好回去睡一大觉啊！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打扰你了。我走了，妈。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告诉我？江月跟我说了，
他的话，你别太往心里去。妈没事儿的，真的。慧玲长大了，你没有必要再那么强撑了。我不需要你保护了，我能保护我自己，我也能保护你。我不想让你再受委屈了。就算你长大了，在妈眼里，你永远是个孩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从来没有怪过你，真的。女儿，有句话，妈一直想跟你说，在生活中啊，抓住幸福比承受痛苦更需要勇气。你从小到大受过很多挫折，可是你不要因为受过挫折就失去了抓住幸福的勇气。你应该勇敢的去抓住幸福，不要错过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人。叶主任，唐主任，我找叶一鸣，他去手术室了，处理点事情。那我去手术室找他。等一下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你真的确定可以和叶一鸣走到底？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唐主任，努力不是靠嘴巴说的。我们俩都是经历过婚姻的人，我就直接说了。你们两个都是事业型的，坦白的说，我真的很难想象你们将来真的有了家庭之后会是什么样子。你是希望我弟放弃事业来成就你，还是你能放弃事业？你在手术台上真的很优秀，但是你面对生活，面对你们两个人将来的家庭，你真的有底气吗？当然，如果你真的想好了，我们叶家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。哎，小王啊，你第一次到我家来，不要客气的。好，来喝一杯。好。哎，来吃，来，吃啊！不要客气。哎，黄酒没有度数的呀啊！小王啊，侬要好好对我们家珍珍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大家都饶不得你哦。哎，对。哎，来，好，干！干！我们吃菜呀啊！小王啊，来吃点。快！侬不要讲，坐下。哇，简直不一样了嘛！哎呦喂，大家看啊，我们囡囡啊，开始心疼女婿了。哎，妈妈你看啊，你孙女胳膊肘往外拐了。管得好！哎呀！来，吃。好。哎，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哎，好嘞。哎，龙大夫，这几张单子需要您签一下字。我现在要出去的。今天晚上就您一个人值班。看电视呢，聊会儿天啊。这你这叛徒儿子有什么好聊的？
您就别跟我赌气了。过完今年就4年了，你明明知道我是为了你好，啊？你。 儿子，你要是能让我吃上一顿靠谱的年夜饭，还不能让你妈知道是我的主意，那我就原谅你。包在我身上。哎，我要3万，3万有没有？糊了，哎，糊了，可以的，人家菜真好吃。是吗？人家人也挺好。那是你对他们不了解。他们像你，你最好。 他们现在没看我们，不用装。我没有装。出这个，要吧？要不要？哎，糊了，又糊了，我就走了，这手机都是编的好啊，哎呀，对不住了啊，对不住。呀，儿子，这蛋打得不错啊。还行吧，还行。妈帮你做鱼吧。妈，那个您就按那个网上查那个松鼠桂鱼那么做就行了啊。哎，你说咱是不是经常被一鸣这小子耍，咱自己还不知道啊？我觉得估计没少被忽悠，咱以后必须得提高警惕啊。说的有道理。妹妹，今天不是值班吗？怎么突然跑来了？我在医院待着待着，就很想你，所以就过来了。那你吃饭了没啊？穿这么少，不冷啊？妹妹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哎，对了，你这跑出来，谁替你顶班啊？主任。又剩下一大桌子饭。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去你家找你了，然后发现你不在，一想你肯定就在医院了。怎么着，就打算一个人这么过年？我觉得这挺好的呀。刚才我在妇产科还吃了我妈包的饺子，这样过年我已经觉得挺圆满的。啊，你吃晚饭了吗？啊，我吃过了。哦，那吃点零食。啊。嗯。来，
我愿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感谢一鸣。听说你要出国进修1年，这事儿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犹如晴天霹雳呀！什么晴天霹雳？那唐佳瑜他知道。我和唐主任，我们俩只是朋友。好，朋友。那我再重新问你一遍，你的朋友唐佳瑜他知道你要出国这事儿？我说你这人，你怎么这么八卦呀？到底知不知道啊？哎，这次从藏区过来的先心病碰耳骨，过来做手术的，去年多了1倍。是啊，多亏了您跟基金会争取了更多的免费名额，很多患儿的家长一听说是您牵头引入的救助基金，都想来当面感谢您呢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吗？哎，这是团队的力量。主任，哟，张主任查房。都是。哎，团队的力量，这老小子采访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要是不往自己脸上贴金啊，那就不是宋主任了。我听说啊，他名片上的头衔多的都快印不下了。哎，你们几个别酸溜溜的啊！我觉得人宋主任做的都挺好的呀，该夸就得夸。哎，主任，你好像今天心情不错。最近这么多好消息，我为什么不高兴？首先是江百列已经升了主治了，告别了住院医的忙碌生活。其次，我们人工心脏已经通过质检，马上临床实验的批文一下来，就可以用到病人身上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因为这个好消息，王海明融到了第一笔钱，马上要换一个又大又漂亮的办公室，我怎么能不高兴呢？是不是？谁像你们呀，还有时间跟人宋宝德斤斤计较？宋宝德就算了，只是夜长梦多。你不知道王海明什么时候搬啊？听说好像就是这2天，应该快了。夜什么夜？夜。哎，汤主任。哎呦，你好。正要去找你呢。我大概多久能出院？出院大概得1周左右，但是完全康复需要更久的时间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些是我们重病组的同事们。好了，今后你的手术还有治疗，他们都要参与。哎，太喜欢你了！世锦赛最后这场决赛，你打的这太帅了！来，帮我先签个字，好不好？来，谢。查房啊，不是粉丝见面会啊。那待会儿。不好意思。没事，习惯了。这应该就是体育的魅力啊。你先坐回床上，一会儿我要给你查题。哎。对了，这是我的经纪人丽珊，唐主任。各位医生好。唐主任啊，这次小戴他住院吧，没跟父母说，所以往后有什么事儿，你们直接联系我就行啊。好，那江百列，介绍一下病情。哎，他的病历大家都看过，那还用介绍吗？是不是？待会儿赶紧给我签个字。记着。介绍病历。哎呀，病历：肖代胜，男，30岁，著名的排球运动员，37次代表国家队出征，2次获得 MVP 最佳球员称号。介绍病历，不是获奖简历。对，病历，请。何百列。哎，主任，患者叫肖代胜，3个月前被确诊为马凡综合症，主动脉窦部病变累积到了主动脉瓣。这次入院呢，主要是为了来做手术的。你的检查结果我已经看过了。好消息是你的主动脉瓣是可以修复的，不用换人工瓣，用 David 手术修复瓣膜，不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药。可是坏消息是，我再也不能打排球了。你已经知道了。马凡综合症不只会导致你大血管的病变，还会让你全身的韧带松弛，一旦剧烈运动，会导致你肢体会出现致残的情况，所以你可能要告别职业排球的生涯了。
唐主任，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？告别就告别吧。我从小就在体校长大，每天的生活很单调，除了训练就是比赛。这样的日子我过了20多年。我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，我也很向往正常人的生活，就比如大口的吃碳水，不用考虑饮食，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，不用早起做体能训练。我对排球没什么留恋的，这个时候退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想得很开，能看得开非常好。我给你查一下题。我来吧，主任。我以为他会痛不欲生的，他毕竟是个明星球员。完善术前检查，这2天准备手术，注意你的情绪。主任，他经纪人说明天想请几个小时的假，要去拍广告。原则上是不建议请假的，如果非要走的话，必须写假条，而且本人要签字。好，准备一下吧，手术了。哎，主任，我那边有点事儿，马上过来。这个先让您签个字。哎，李，抱歉，你刚才为什么不让高子主任叶一鸣要出国进修啊？叶一鸣不会自己说呀，你跟着瞎掺和什么？再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叶一鸣也真是，怎么突然要出国进修啊？哎，可能是没耐心了吧？你想，这半年了，2个人明明都互相喜欢，可谁也不说，全院的人都能看出来，什么感情能经得住这么消耗啊？主任。哎，主任。哎，吕校。你们收到那个科内要相互评判的消息吗？收到了，这次规模还挺大的，又要填表格，还要互相评分，几个主任还要开会讨论。我们科室那几个跟同事关系紧张的主任现在慌着呢，说是没有因为病人，反而是因为同事之间把自己拉下马。病人情况？主任，病人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。你们主麻呢？我今天就是主麻。这台手术不是叶一鸣主麻吗？叶主任被科主任叫去谈话了，因为叶主任要出国什么？叶明要出国？叶主任要出国进修1年。开始手术吧。唐主任，有什么事吗？叶主任，我想问一下，关于这个科室互评的事情。互评该怎么评就怎么评呗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每年的互评会都变成了各个科室的吐槽。外科主任可不管院领导是怎么看的，先把自己说爽了才行。我相信今年也不例外。那我知道了，我这心里就能有个准备了。不像有的事情，这一听说了心里都没准备。听说你要出国进修啊？是真的，我以为他们胡说的呢。那去多久？大概1、2年。还行。怎么突然想到进修呢？这不是在医院待的挺好吗？而且你各方面能力都那么强。这不是那个，这山外有山嘛，而且待在这儿只有一成不变。改变哪有那么好啊？有变化才有希望，要不然就只是一潭死水。说的也对。那作为你的朋友，必须支持你啊。好，
一切都是你。啊，我先走了，我刚下手术。哎，支持我。刘芳，有什么事明天说，我接孩子去了。你接孩子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钟离没跟你说，他报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班，以后想做这方面的工作。每星期上课的时候，孩子我来管。哎，那个，我有个事儿想问你。什么事？我最近听到院里有个消息，说你要派叶一鸣去出国进修。怎么了？不是，在医院待得好好的，你让他出国进修干嘛呀？因为他是麻醉科的骨干，到国外知名的医疗中心进修1年，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好机会，说明医院对他的肯定。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你又不是他女朋友。我不是他女朋友，我是他好朋友。好朋友，女朋友还情有可原。你好朋友，你还质疑我这个副院长？我跟你说，除非叶一鸣自己主动改主意，否则他去定了，我接孩子去了。好像是少了质检部门给的认证书，还有附带的文件啊。是吗？应该都在这儿了吧？因为这事儿是我同事在负责，我打电话问他一下。哎，龙哥，那个认证书你放哪儿了？王宫那边人过来取，说箱子里都没看见啊。柜子里。是那白色的纸盒是吗？啊，行，找着了啊，好，先挂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是这个，好，谢谢啊，辛苦了。哎，老秦，肖大胜明天那请假条签字了吗？签了，不光是请假条签了，这儿还有一个球星给球迷的签字。嚯，帅吧？老秦，你到底是谁的球迷啊？哎呀，瑞安我是不想看了，踢得太臭，从此以后就迷排球了。哼，小龙，走，啤酒羊肉串。哦，不去了，晚上有事。哦，好吧。你也不去吧？我去。哎呀，小龙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好。王工，那边有份资料不见了，你就得过去一趟。好。春珍，那这样，你帮我把这箱里面的东西按这个方法整理好，好吗？好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好，
哦，对了，你放在我家的厨具、锅，还有餐碟什么的，好多啊。你不是要去进修吗？我要不要还给你？嗯，我去进修，也带不上这些东西。哦，也对。走吧，一起上班去吧。以后可能也没什么机会了。哎，王主任，哎，崔主任，哎，崔主任，各位新外的同仁都在啊。我就有正事跟大家说啊，大家都知道叶一鸣要出国进修了，对吧？知道，怎么了？今天晚上神外呢，我们准备要给他践行，地点呢定在赛因斯，所有的人都得去参加，人多热闹一点吧。如果各位有交女朋友的，有别的事儿的，你们可去可不去啊。但唐主任您一定得在。我再看吧。什么叫再看呢？唐主任，你说这科室谁不知道叶一鸣跟你是最佳搭档啊？你说这一年他替你搭了多少台手术？他这一走，还有哪个麻醉医生能像他一样的帮你这么多？他这一走啊，你说你再重新找个麻醉医生，还得磨合。对了，我还得去补个医嘱，你们先慢慢聊啊。是主任，唐主任，晚上一准再见啊！见一面少一面的事儿，比我还没眼力见儿。你怎么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？哎，什么意思？你怎么那奶壶不开提奶壶？你快和我说说啊，说说。鹏哥，哎，找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大烈，嗯，昨天安心医疗的人是不是在我这儿拿走一个盒子呀？对呀，我昨天给你打电话了呀。你这不会是失忆了吧？完了，我丢了个东西。来了，怎么了？这么没精神？这种会议毫无意义，来了也是浪费时间。今天这回不一样，相信我。每年一度的手术科室护批大会是安和娱乐性最强的，要不是为了维护医务处的形象，我都想带包瓜子儿来，边嗑边听。我知道，吐槽大会吗？都到齐了吧？各位主任，又到了1年1度的互评大会。我提醒一下大家，隔壁内科的互评大会啊，一片和谐。我们外科也学习学习，别总是一上来就那个什么，是吧？吸取一下去年的教训，大家口上留德。一会儿大家还要手术，那就开始吧。哪个科的主任先开始啊？你们大家都看我干嘛呀？我们今年神外的评分很高，我不会像去年那么发飙的。我今年特别的淡定，啊，你们其他科室的领导，你们谁要发言，畅所欲言嘛。老崔不说，我说，请问麻醉科，上次那个胃癌患者，幽门梗阻，消化道出血，必须手术，你们麻醉科为什么说不能做？那个病人我记得，心功能、肺功能差得一塌糊涂，我怎么做全身麻醉啊？手术必须做，实在不行，做完手术，送 ICU 观察几天。我们 ICU 没床。哎呀，当时我真没想到，真的可以送你们 ICU 啊！我说了 ，ICU 没床。上次啊，我们骨科有一病人，怕出血太多，跟麻醉说呀，把这个血压降一降。结果倒好，这麻醉啊，把这换能器抬高了1寸。这看着血压是低了，其实他什么都没变啊。哎，还是人家麻醉高招多呀！啊，之前我病人肚子太紧，跟麻醉说上点肌松，
你们猜麻醉怎么着？他给上了5毫升生理盐水，还笑呵呵的对我说怎么样，松了吗？你们说这事儿让不让人生气？外科治病，麻醉保命。你们外科医生只需要切那么1刀，我们麻醉科那是要确保病人全身情况的。那血压不是说你想降就能降吧？还有肌松，能够无限量续杯吗？老实说，有的时候啊，真得想点办法对付你们，因为你们太难缠了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请各位记住一点，我们手里的药和你们手里的刀一样，都不能够滥用。不能滥用，也不能不用吧？像这每次无痛分娩，找麻醉医生啊，就跟撞大运似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安和的无痛分娩率一直提不上去的原因。我要是有人，能不给你派吗？现在懂我们 ICU 的心情了吧？我们没床。哎，我才回过味儿来，这什么叫你们外科医生就只切那么1刀啊？我们切了很多刀，好吗？哎呀，大家不要一上来就那么有火药味儿嘛。这个外科跟麻醉科互相嫌弃、互相牵扯，那是肯定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。对了，要说到外科跟麻醉科的关系啊，唐主任最有发言权。你说说你跟麻醉科的合作关系的感受吧。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怎么没有？和你搭台最多的就是叶一鸣叶主任，他可是外科最抢手的麻醉医生。说到叶一鸣，我得说2句了啊。在你来之前呢，我跟叶一鸣是最佳 CP、最佳搭档。你来了以后，他就转投心外了。就冲这一点，我真的对你们心外略微有那么点意见啊。哎，说说，畅所欲言。在我看来，外科医生跟麻醉医生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。就一台手术而言，可能所有人都认为掌控大局的是外科医生，麻醉医生只是作为辅助。可是，如果当病人出现危险的时候，甚至威胁到生命的时候，真正掌控大局的是麻醉医生。病人心脏失颤，找不到具体原因，我认为不再适合继续做手术。我只负责他的心脏，帮他做好手术，我的工作就完成了。可我要保护他的生命，只有他安全下了手术台，我的工作才结束。没有但是，必须保证术前用药的充分时间，调节血压和扩充血容量，否则在切除肿瘤的瞬间，内儿沙酚胺量骤减，血容量跟不上，会出现难以纠正的严重低血压。如果不手术的话，病人很有可能会猝死的。那也不能贸然上台啊。别的病还好说，是个细胞瘤，术前用药跟手术一样重要。能够最终决定病人生死的也是麻醉医生。所以，在外科医生的心里，对麻醉医生一定是存在依赖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等着鸟雀奔上田野，花间沾满蝴蝶，等着时间慢慢停歇，让你回我身边。枯草生新芽，完成了那些生长的力量，让零落的花在轻柔的微风中回到家。温暖的远上，如果有个人弹唱着吉他，天空之下还在轻唱从前的他。我说，我愿意。如果这是你能接受的程度的话，
唐主任，不是说的挺好的吗？怎么不说了？我等一下还有手术，你们继续聊吧。哎，这会刚开始。唐佳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挺好的。你是不是为叶一鸣出国进修的事情难过呀？你要是难过的话，就说出来呗，啊，最好是跟他说。那你不愿意说就算了。不过我倒是有一个事儿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王海明好像要跟我求婚。啊？进来，黄光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个？哎，就是这个箱子。你在这个箱子里面有没有看见一个这么大的？对，就是它。这是你的吗？我的呀。里面装的什么？戒指，戒指。你太粗心大意了，还好我帮你收好了。那我得谢谢你了。这是给谁的？那你怎么想的？我不知道。喂。好的，百莲，我马上到。病人有点状况，我得马上去。那你得想清楚。你呼吸放松。怎么回事啊？不要紧。谭医生，谭医生，我看不清了，我什么都看不清了，谭医生。放松，主任来了。谭医生，刚才拍着广告，突然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是不是主动脉出了问题啊？主任，应该是马凡综合症的眼部症状，可能是晶体脱位和视网膜剥脱。那你让眼科来会诊。行。放心吧，应该不是主动脉的问题。马凡综合症也会导致眼部有病变的，一会儿眼科医生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没事，再等会儿啊。主任，那个肖台生刚被送回病房，是晶体脱位，那眼科已经给他做完手术了。他可能是有点害怕了吧，想要尽快的做主动脉手术。那就明天手术。行。叔叔他们已经去414了，说给您打手机也没接，让我叫你一声。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科里面还有病人，我觉得情况不太稳定，我得看一下。肖台生的情况挺稳定的，而且他眼睛的事也不会怎么可管，对吧？病人他是一个整体嘛，是吧？你总不能把眼睛给他刨掉吧？哦。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昨天加班了。真不去啊？行，那你别太辛苦，反正有朱元一他们盯着呢。啊，那主任我去找他们了。哎呀，我记得上一次咱们能够凑这么多人，还是我过生日那一天。不过呢，今天咱们是替叶敏送别。哎，别演了，我一共就去1年，你呀就是想给大伙儿喝酒找一由头。哎，你别拆穿我行不行？大家老聚一块儿多开心呢。再说我写了那么多 SCI 文章，影响因子不到这儿用的打折，这心里老觉得亏得慌啊。哎，老秦，唐佳宇怎么还没来啊？那个主任说他不来了。我看也别等他了，这场合太扎心。哎，你跟唐佳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事儿啊，说那么多次了，大伙儿也不信。院里的嘴我也堵不住，就这样吧。其实我看得出来，这个唐主任心情不太好，他是找一个理由在办公室加班呢。叶主任，你真的非走不可。一块儿喝一个吧。可以，来。
得了了你。今天我可不是在这里故意偶遇你啊，叶主任，我是约了普外的李主任在这儿采访。还记仇呢？好久不见，罗护士，我是唐医生。怎么样，肖大生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没有像我那么慌了。明天一早就手术了，换人工血管，修复主动脉瓣。刚才护士来给你做术前宣教了吗？不能吃也不能喝。护士都跟我说了。那你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血压好控制。唐医生，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病人。马凡综合症这个病呢，确实很严重，但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，所以你心态要放平一点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你知道我最放不下什么吗？什么？排球。可是你昨天说，你很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这是一个你很好退役的机会。我一开始也是这么以为的，但当今天我重新拿起了排球，意识到自己以后再也不能比赛的时候，那一瞬间很痛苦，感觉周围都黑了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可能当一个人真正的意识到要失去了一项东西的时候，才知道它有多重要了。有变化才有希望，要不然就只是一潭死水。唐医生，我真的好想再打一场比赛。今天晚上好好休息，别想那么多了。主任，我下班了，你跟值班的医生说，时刻关注着肖大生的情况，有问题给我打电话。好。我申请外派了，外派？去哪儿？日本，下个月就走，所以普外这个采访呢，就是我在国内最后一个工作。日本？那么远的地方你一个人？你这个语气真的跟我爸妈一模一样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哎，我还自学日语呢。你听听。ようさん、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さくらで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可以呀。还行吧。你这是自学的？你想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骂我？说真的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叶一鸣，你这个负心汉。怎么可能是负心汉？哎，没有，哎，其实就是自我介绍，就是啊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没事。肖大生，我好多。唐主任，一会儿麻醉科接你去手术室了，不紧张吧？不紧张了。以前打球都有对手，现在我就把马凡综合症当成我的新对手。我相信，赢的一定会是我。这台手术的难点就在于修瓣，你们大家都知道。跟手术室说了吧，提前要做个10刀超声。主任，我已经说过了。主任，这是下个月的麻醉排班表。之前没给过咱们啊。听说昨天总结会闹得不是很愉快，以后外科和麻醉的排班表都要提前1个月公布 ，ICU 的剩余床位也会随时更新。叶主任不是要出国进修吗？怎么他还在班表上？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。科主任找他上午谈的话，下午开的总结大会。你们先去查房吧。好，主任再见。
喂，唐佳宇，叶一鸣出国进修是假的，是吧？被你发现了。其实出国进修的事情是真的，但是叶一鸣老早就拒绝了。只是没告诉你而已。哎，我事先声明啊，这件事情不光是我知道，刘峰他也知道。我们之所以没告诉你呢，是，是怕你关键时刻迈不出那一步，所以我们想帮着你跟叶一鸣戳破这层窗户纸。你们真的很多余。唐主任，叶一鸣，你明明已经拒绝出国进修，为什么还骗我？你什么你啊？你这么做有意义吗？你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让我难过？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目的达到了。难道你觉得我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你难过吗？那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为了让你意识到，你我不只是朋友。我希望你能挽留我，坚决的挽留我一次，这过分吗？不过分。我是想挽留你的，昨天我也去了酒吧。酒吧？可是，李英，我可以拍着胸脯跟你说，我跟丽英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。如果你因为她吃醋的话，我还会感到有点欣慰。但是你想想，咱们两个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一起经历过这么多事儿，我以为你懂我，我也懂你。你要是想挽留我，你早就挽留了。之前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有那么难吗？我知道，你怕再受伤害，再难过，再被骗，这我都能理解。可是我们俩在一块共事这么长时间，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觉得我会伤害你呢？即使你对我没有信心，基本的信任也应该有吧？就算是有心结，也总会有解开的时候吧。可你让我觉得，我要等的那个人，可能不会来了。龙向东的电话。喂。好，我知道，马上过来。我要马上上一台手术，要不然等我手术后。
的一家国际医院，他们答应给我麻醉科主任的职务了，可以按照我的想法打造一个全新的麻醉科室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前2天。本来我是拒绝的，但是后来又想了想，我还是答应了他。是因为钱？如果是因为钱的事，安和医院是家公立医院，就算我想给你涨工资，我也不能给你瞎涨啊。我知道，不是因为钱。唐佳宇，我就跟你说过吧，这个女人不靠谱，没心没肺，你就是不听。你看，哎，如果知道顾她回来会赔掉医院最好的麻醉医生，为了人工心脏，8成我还是得顾她回来。刘峰，你这是在挽留我吗？这当然是了。哎，我听说上海这家国际医院啊，跟普通的私立医院不太一样，它走的是国外医疗中心的路线，资源很扎实。我也听说了，人家给的是麻醉科主任的职位，是个人就会心动吗？可是叶主任调走了，咱们主任会伤心的吧？他们2个坏就坏在都想的太多了，但凡有一个是单细胞，这事儿早就成了呀。现在分开2地，我看完了。同志们，你们要做好精神准备啊！如果主任不高兴，咱们的日子可都不好过。主任，叶主任跳槽的事儿，你知道了吧？我知道啊。我觉得，这对于他来讲是个很好的提升机会。以他的业务能力，能有这样的机会，应该替他高兴。你真这么想啊？行了，咱们就别说人麻醉科的事儿了。我倒是想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最近我们科出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。我昨天出门诊，有个病人跟我打听，说听说有一个江医生。我还在想，江医生，通常病人打听医术好的，不都应该是唐医生吗？是吧？这怎么突然会有人问江医生呢？我们科室只有我一个人姓江吧？还有谁啊？对呀，后来我仔细问，人家打听的就是你。不可能吧？你像我这样的小透明，怎么可能有人打听呢？谁呀？是因为有人在病友群里发说这个江医生的医术真是太厉害了。啊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发这篇帖子的人就是那个什么猪妹妹。明珠妹妹都知道是吧？叫明珠妹妹的网红。啊，你们说的是那个徐明珠啊？小百烈，你这脸怎么红了呀？谁脸红了？没有吧？红了。这个病人是个风心病导致的2尖瓣反流，有手术指征。田百烈，哎，你现在已经升了主治了，而且这1年对你的磨砺和成长都不小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是时候帮你独立手术。2尖瓣置换术，你做主刀的第1台手术。我换衣服了，一会儿上房。可以啊，小百烈，可以啊！江院，江主任，姐，你好好的辞什么职啊？好好的去什么上海？你考虑过爸妈的感受吗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现在大家忙得跟鬼一样，1个月才见几次面。
你去上海到底想干什么啊？走。来姐，少来。姐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？从上海坐高铁到这儿就几个小时，我会经常回来的。真的？真的呀。保证。我保证。行。光说不行，还得写下来，每个月至少回来一趟。那还有一些其他条款，签字吧。干嘛呀？我又不会坑你。你是有备而来的吧，八爪兰？签不签你？签。病人都查完了。陈白天。哎。第一场主刀的手术，宋老先生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秦大忠，你给他做医助，把关兜底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一转眼小百列都要主刀了。这以后再有点闲事儿杂事儿的，我支持谁去呀？我呀，该支持，可不敢了。好家伙！唐主任。哟，晶晶。处长。晶晶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，人工心脏临床实验的批文下来了。这么快？咱运气太好了。哎呀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人工心脏可以给人使用了。是的，抓紧时间找受试者。主任。林姐。叶主任来了，点名要找你。叶主任。妇科的还是麻醉科？都不是，已经退休的那位老叶主任。咱们去看看手术吧，我们先去看看。孔主任。啊，叶主任。老主任，那要不咱们先去把住院手续办了？哦。那你跟我来。孔主任，您先请。放。这是我的体检结果。好的。麻烦你看一下。我有帕金森，做过脑深部电刺激术，手抖的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，但是走路呢还是不太行。既往体健，就是10几年以前呢，因为感冒，拖延成了心内膜炎，2尖瓣换过1次生物瓣，最近有点胸闷和气短。您这个 CT 的检查报告，我看您换的生物瓣已经钙化了，而且已经导致关闭不全，现在已经影响到主动脉瓣，主动脉瓣也关闭不全了。所以您来心外是为了这个？是啊。那您觉得需要手术吗？我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，但的确是需要手术的，因为您的情况比较特殊，您有帕金森，之前又开过胸，您的手术方案需要非常的谨慎。您之前的瓣是谁给您换的？咱们心脏中心的老主任。那您这次来是想让我给您手术？没错。我听说唐主任你手术技术高超以外，我还有点好奇。您好奇什么？我就是好奇，究竟是什么人这么有魅力的，把我的儿子迷得可以辞职跑到上海。叶主任，如果您真的希望我给您手术的话，我希望您能不能换个角度看我？可以，我换个什么角度呢？患者看医生的角度。
妈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听到妈电话才知道你们来了。啊，唐主任，没事儿，啊，你妈去办住院手续了。我又不是第一次住医院，紧张什么？唐主任，妈妈没事吧？之前换的生物板已经钙化了，导致关闭不全，而且已经影响到主动脉瓣，也导致关闭不全了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会开一些检查再看一看，但估计是需要手术的。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那你们慢慢说。进。你来是问你爸爸病的事吗？啊，因为帕金森和2次开胸，手术方案不好定吧？现在还没有定下具体的方案。医院的人和我们家人都劝过我，只有你还没问过我。因为我知道为什么。你这病啊，我早就说了，不要瞒着2个孩子，你非要瞒着，害得我也落埋怨。哎呦，孔主任呐，一个苹果，恨不得被你削掉一半，太浪费了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哪那么多花？哎，那个唐佳玉怎么样啊？像你，凶巴巴的。再观察观察，哪能一会儿就看出来了？哎，当初儿子要是和那个黎英成了就好了，说不定现在都谈婚论嫁了，也不至于非得让他跑到上海去。早就没戏的事儿，你还提他干嘛呀？我说孔主任，你不会忘了我找唐佳玉做手术的真正原因吧？当然忘不了啊，你不就是为了让他留住儿子吗？也不知道你当年在这个眼科怎么混上去的，这老不忘记这个大方向。江美的运气真好，这么快就独立放手术了。哎，我说陈，宋主任什么时候给你放啊？宋主任心里头啊，压根儿就没我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急需要移植又等不到供体的患者？不是病情太重，已经做不了人工心脏啊，就是病情尚可，打算继续等供体的。目前没有合适的受试者。那个占用大家几分钟时间啊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个事儿，我准备和吴护士长，我俩准备结婚了。真的？真的？哎呀！哎呦！恭喜啊，龙龙！恭喜啊！恭喜啊！哎，不是，你这干嘛呀你？你抱哪儿啊你？恭喜啊！我跟你说的话啊。哎呀，真好真好，护士长，这一朵鲜花终于插在了龙脊上。龙脊，而且以后改称呼了，得叫弟妹了啊！我也叫嫂子，嫂子。龙龙，恭喜你加入我们幸福的行列。我找到组织了，组织很温暖的。哦，
向东，以后你可得对敏敏好啊，要不然整个中心的人都饶不了你。主任你放心，我一定对她特别好。哎，不过你们今天这状态有点不对啊！我说完以后，你们不应该是惊讶吗？你们。其实我上个月在停车场的时候就看见你们俩啊，那回我也在旁边。哦，有一回，大概是3个月前吧，俩人在休息室。这说呀！这种嘛，你这才3个月前，我半年前就知道了。我就说要低调点吧。不过就算再怎么低调，也逃不过你们这帮人的眼睛。是啊，心外医生嘛。这帮子人平时八卦的很，没什么逃得过他们的眼睛。但你相信我，主任一定不知道，是吧，主任？我知道。啊？每天敏敏不都是把牛奶放进办公桌上吗？放了好几个月了。哦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对。下个月，这不请柬刚做好吗？今天就是来给大家给大家送请柬。请柬都来了，这个红包准备，收到请柬就得拿红包。哎呀，红包是另说另讲的事儿啊。小百炼，到时候来当伴郎啊。没问题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总算弄完了，我现在看着舒服多了，心里。谢谢啊。那我回科室了。你等一下，我有个惊喜给你。哎，你要给我的东西，你想清楚了吗？是不是太快了？红工，哎，欧阳处长，那正好，我这一过来。欧阳处长，这是我跟吴敏敏的结婚请帖，记得一定要来。红工，这是你的。好。你和吴护士长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知道他谈恋爱了，但是我是不知道是吴护士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他粗心大意，把那个求婚戒指放在一个资料箱里了，结果被我给发现了。对，哎，就在那天让你整理的那个资料箱里，你没看见吗？戒指是你的？是啊，是我的呀。我那天不小心把戒指弄到那个材料箱里了，然后我就找王工要，多亏了王工。啊，对，那这样我得多谢谢他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我还有这么多请柬要发。好啊，到时候记得一定要来。行，拜拜。哎，婚礼见啊！哎呀，这么快，他们都要结婚了。那我也回科室了。哎，你等会儿。奶茶？这家特别火，每天要排队排好长时间，我也等了好久。你说要给我的东西就是奶茶？啊，小护士们都说这家特别好喝，女孩都喜欢喝。你自己留着喝吧，我不爱喝奶茶。怎么会有女孩不喜欢喝奶茶呢？孔主任、叶主任，检查报告我都看过了。如果选择开胸呢，确实是太危险了，主要是术后的恢复太困难了，因为您的身体没有办法下地走路锻炼，长期卧床会导致您患有坠积性肺炎。这些我都想到了。那唐主任，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？我倒是建议您可以做胎位，是一种介入的半中瓣，在您心尖上开一个非常小的口子，用介入的方法把二尖瓣跟主动脉瓣放进去，这样不需要开胸，而且术后恢复得快，也不会加重您之前开刀造成的粘连。那已经钙化了的生物瓣呢？不用取出来，所以才叫半中瓣。这是这几年刚有的一种新的技术，做过之后的病人术后反应都非常好。不着急，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，再做决定。不用考虑了，就按照你说的方案来吧。我这个人呢，相信数据。是什么数据？我看了唐医生莱安河近1年来的手术治愈率非常高，
除非去找人外的朱伟宁或者顾英雄，不然，你就是我最好的选择。那二位还有其他的问题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就这个有。关于叶一鸣要去上海的事情，你怎么看？老叶的意思是说啊，你跟一鸣经常的合作，这个外科要是有一个好的麻醉医生，那就省事多了。在这方面，我们都深有体会，对吧？啊，对。我想听听谭医生你的看法。我没有什么看法。错误答案。谭医生，你也不着急，想想再回答。哎，主任，主任，受试者找到了。不是，我问你找到了没有？反正消息都发布出去了，我的那些同事啊、同学呀、院内院外的，他们都知道了。有消息肯定马上就告诉我。批文没下来的时候，急着用人工心脏的患者一茬一茬的。现在批文下来了，有没有患者？没事儿，好事多磨，肯定会找到的。我去了，有事。儿子，我刚下手术，没吃饭吧？还没呢，等会儿吧。让你爸多睡会儿。手术方案已经定了，介入半中半。唐主任告诉我后果结了，我觉得这方案行，风险小。儿子，那妈妈有话就直说了。你非要去上海，是不是为了那个唐主任？谁告诉你的？妈，你别听我姐胡说，我去哪儿啊和别人没关系。我呀，就是觉得这个国际医院是一个好机会。郝烈，宋主任啊，你要主刀了，在这练习，缝得怎么样？宋主任，要不您帮我瞧瞧吧？针尖排列均匀，缝的也漂亮。不过，这是猪心，在病人心脏上缝，那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我这心里啊，其实还真的挺紧张的。就是病人越信任我，我就越怕自己做不好。你说我以前天天盼着做主刀，现在真做了主刀了，心里就是七上八下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第一次主刀，心里不忐忑，那才是见了鬼的。记得我第一次主刀的时候，心里特别紧张。后来虽然做了好多手术，但是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次。宋主任，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让您选择了心外啊？比起成为老主任那样的行政主任，更吸引我的还是做手术。想来想去，这辈子做了外科，真是幸运。看你这样，我也得赶紧回去啊，给我那几个手下小崽子放手术了，要不然他们心里该不平衡。宋主任，您再给我讲讲您刚做主刀时候的事儿，我特别想听。你看啊，自作多情。我给你带了饭，你最喜欢那家餐厅的，你弄出来吧。我没有胃口吃。怎么了？
你今天在医院的时候就不高兴了，是怎么了？龙向东的那个戒指啊，我看见了，我以为你要跟我求婚，结果你因为这个事儿生气了？也没有。其实我也没什么气好生的，反正我们2个人认识的时间也不长嘛。但是我想，如果说真的要结婚的话，那就得考虑生孩子吧。我是一个高龄产妇，恢复期又慢，那将来我的工作怎么办呀？就是因为那个戒指，才让我想这么多。你别害怕啊，我完全没有逼婚的意思。我没有被吓得红。那我问你啊，你想结婚吗？我恋爱还没谈够呢。那这样，我们既然想谈恋爱，我们就先谈恋爱。现在先不考虑结婚的问题，我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来，好吗？包括孩子问题，我是这么想的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如果有了，那我们就迎接他。但是绝对不能让你为了这件事放弃工作，这个我不行。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好。进。主任，那个有什么事儿呢？啊，术后遗嘱开着呢。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挺稳定的，进 ICU 了。哎呦，今天这台手术真够惊险的，这血流的哗哗的。这台应该是这个月出血出的最多吧？还好止住了。看后半夜怎么样吧，千万别2次开胸。今天晚上你不走吧？我肯定得留下，我今天就睡值班室了。哎，刚才那个有个护士说老叶主任要找你，说让你去趟病房。知道了。啊，那我等你接你的遗嘱啊。好。叶主任，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？我看一下这个半中办的资料，毕竟明天要动手术了嘛。要做这个手术的人是我，您是病人，需要好好休息。小唐啊，之前我说话有些地方不太礼貌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我想求你办一件事。叶主任，您别这么说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。一鸣，他喜欢你，你也喜欢他，对吗？我跟他妈呢，都想求你劝劝他留下来。毕竟，一鸣是在安和长大的，这儿才是他的家。我们该说的都说了，恐怕现在唯一能够劝他留下来的人，是你。你看，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忙？叶主任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为什么？你不喜欢他吗？我喜欢他，但是我更了解他。就好像1年前我选择回国，来到安和医院。当然，除了当时感情跟家庭的原因之外，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刘峰承诺我，让我做心脏中心的主任。这对我的诱惑力真的非常大。从前我只是一个外科医生，做很多事情都有局限性。但是，做了心脏中心主任那一天开始，就不一样了。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想法，完全打造一个自己想要的科室的样子，还有一个大型的心脏中心。我相信，这个动力和这个诱惑力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
现在叶一鸣面对的，跟我是一样的情况。我希望他能够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也希望他能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，不受任何的牵绊、阻碍。所以真的很抱歉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你。主任，怎么了？病人有大出血了？哎呦，宋宝德居然说找到人工心脏的受试者了。真的？在哪儿呢？他办公室。宋主任，哎呦，来，哎，汤主任，哎，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把消息呢放到了外院的一些微信群里。本来不以为消息会回得这么快，刚才回家都要睡了，哎，突然这消息就来了，知道你们刚下手术还没走呢，我赶紧过来了。这是检查报告，你看看。扩张性心肌病，左心增大，重度肺动脉高压，射血分数15%。据说病人推去做 CT， 结果呢打造影剂流不回心脏 ，CT 没做成，左心室基本不泵血了。他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供体的话，生命期会很短，所以特别适合做人工心脏。谢谢你，宋主任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不过病人和家属还在犹豫，他们对人工心脏不了解，怕医院当他们当试验品。爸，在里面别害怕啊，我们都在外面等你。怕什么呀？这手术室啊，我都不知道进出多少次了。我帮你擦。你给别人做手术和你自己做手术能一样吗？看这黑眼圈，就知道你紧张的没睡好觉。哎呦，孔主任，我这不是紧张好吧？我这是研读那个手术资料呢。哎，一鸣这小子怎么还没来呀？哎，这说着就来了。爸，今天是你给爸做麻醉吗？不是我叫我们科主任给做的，一会儿他们就来了，我提前过来看看。行。爸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哎呀，一个小小的介入术能有什么感觉呀？我现在呢就一个字，感觉好极了。来，走，咱们到外面去。你爸爸跟弟弟有话说啊。行。哎，儿子，来坐。爸，你有什么要单独跟我说的？一鸣，你如果真想去国际医院，
汤主任，我爸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换掉2个瓣，现在已经送到 ICU 了。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天应该可以转回正常病房，放心吧。谢谢你啊，汤主任。别客气。干嘛？没事。姐，你先陪着马，我去 ICU 看一眼，有什么事儿立刻告诉你吧。好的。佳宇。去上海的事儿，如果是你叫着我就留下来。叶一鸣，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吧，不要为了我而留下来，完成你的理想。打造一个你想要的麻醉科。加油！接通了是吗？看得见吗？这是我们重病组的同事们，我是唐医生。我叫李美玉，这是我的父亲林登川。你好。以你父亲现在的情况，如果再等不到合适的供体，是非常适合人工心脏植入的。听说你们对人工心脏的情况不太了解，所以今天我在这儿给你们详细的讲解一下。等你了解之后再做决定，可以吗？人工心脏植入并不是把病人原本的心脏切除，它而是在病人的左心室的心尖上开一个小洞，然后把这个东西缝进去。好的，就是它。人工心脏的本质呢是一个机械泵。手术会用一根人造血管连接机械泵和主动脉，植入体内的机械泵通过一根绝缘线与体外的控制器连线，绝缘线要从病人的体内穿出来，而控制器呢需要装电池，所以植入人工心脏的病人必须随身要带一个包，包里装的就是控制器和电池。控制器可以同时装2块电池，使用中如果电池没有电了，备用电池会自动的启动。其实人工心脏在国外已经有近20年的使用历史了，有的患者因为没有带电池去世了，也有的患者电池包被歹徒抢走了，险些丧命。而体内穿出的电线，日常的护理是非常艰巨的，你要防止它感染和电线扭断等等。我们的护士长，你好，我们护士长接受过护理人工心脏患者的全面的培训，会在患者出院之前对患者以及家属进行培训，教你们怎么样应对这些问题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我刚才说了这么多，你大概非常好奇人工心脏具体是怎么工作的，现在我们就用动画的形式给你演示一下，好吧？周达，人工心脏是代替病人的左心室，把心脏里的血抽出来，泵入主动脉，用这种方式呢维持病人的生命，同时让左心室得到休息。装上人工心脏之后，病人就有一定的时间，有机会继续等待移植供体心脏的出现。李美玉，你现在看到的不是进口的产品，是我们正在研发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。因为临床实验期间，所以人工心脏的费用可以由医院来承担。但是手术费跟住院费需要患者自己来支付，大概的费用应该在20到40万不等，这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。我刚刚讲的以上所有就是对人工心脏的介绍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唐医生，我就只有一个问题。那个关于人工心脏，我好像听懂了，但是也没有完全听懂。就是我们这边的医生
说我爸快不行了，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能治好我爸爸吗？我真的不能失去他，你可以救救他吗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我可以救他。体征一切正常。张医生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好的，秦老师。心外必胜。闭上。开始手术。心脏，同学们都上过解剖课，肯定对它不陌生了。心脏在人体内的地位，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，被认为高不可攀。有人说，心脏不光是一个器官，更是人类灵魂的居所。这当然只是一种浪漫的表述。但是，要在跳动的心脏上动刀，曾是现代外科最大的禁忌。直到50年代，人工心肺机，就是体外循环的发明，才使得心脏直视手术成为可能。心脏外科一直都是外科皇冠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要学习外科学中心脏疾病这一章。在上课之前呢，我想问问同学们，未来有谁想选择从事心外呢？好，还有位女生啊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唐佳瑜。唐佳瑜，你要知道啊，心外对医生的体力要求是很高的，艰苦和复杂的程度超乎想象。男生做来都很吃力，女生如果做这行啊，恐怕要放弃很多东西，失去很多东西，还要永远面对挑战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也愿意选择心外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这3个字的分量，做一名心外科医生的艰辛与喜悦，直到20年后，他仍在一点一滴地体验着。林美玉，唐医生，林德栓，这么远转院过来辛苦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就是喘不上气儿。肯定不舒服，我给你检查一下。家属把裤子解开一下。转过来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吗？有点凉啊。给你。来，心脏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，我会让他们通知移植平台，看有没有合适的供体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植入手术要尽快。那个医生，咱们能不能稍微晚3天再做？因为我爸他想就再见我第一面。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多等1天，这个风险就会增加1天。你弟弟在哪儿啊？他过来需要那么久？哎呀，秦大洲，你笑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在笑啊，造化弄人。
你说说，咱们好不容易找到一这么合适的受试者，可人家偏要等在非洲工作的儿子回国之后才肯动手术。非洲啊，非洲，你咋戏那么多呢？人家儿子是在非洲修铁路，知道老爹要手术，人家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所以说呀，咱们什么都想到了，就是没想到啊，人家有个儿子在非洲，这手术还得下周再做吧。下周就下周吧，至少现在病人在医院，有什么紧急突发的情况，我们也方便抢救。对了，跟王汉明手底下的人说，明天拿1套人工心脏来，送到手术室。今天周几啊？周5。周5，龙向东。啊？明天周6，你一定帮我盯紧了林德栓的生命体征。啊？我呀？有问题吗？哎呦，你什么你呀？主任平常那么多事儿，你不说他早忘了。就是，主任，明天我结婚。哎呦，我怎么都给忘了？我就想这2天有个大事儿，原来是你结婚大事儿。忘了就是忘了，不用后找我啊。主任没事，多存点份子就行。那个我自己忙的都快忘了，不过现在也还好，既然受试者已经确定了，大家也都安心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们得早点来，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，我还稍微有点紧张，看见你们我能踏实点。好。叶主任，曹主任那边有台急诊手术，咱科室的人都排满了，问你能不能过去帮忙做一下麻醉。啊，行，排我吧。嗨，呀，来看我啦？听说你找到受试者，来恭喜你。给我带好吃的啦！恭喜我就给我买快餐呢。哎呀，主要是最近吧，王海明老是带我去下馆子，外面的饭呢真的有点吃腻了，所以我觉得吃点快餐挺好的。你就秀恩爱吧。没有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其实有时候吧，我觉得王海明挺讨厌的，总是带我干这个啊干那个，烦都烦死了。秀吧，你就秀恩爱吧。我就秀一点。行，我愿意看你秀。现在看到你这样，挺为你开心的。哪像是第一次见你啊，整天板着脸，那个样子凶极了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女版终结者呢。哎呦，那时候我看你啊，可吓人了。你不是说我是机器人吗？那不是逗你呢吗？过来。我那时候真是挺怕你的。你跟我一瞪眼睛，我觉得下一秒能把我掐死。其实呢，我也怕你。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这么温柔可爱、善良美丽，有啥好怕的？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给我惹出乱子来，让我收不了场。谢谢。别人呀，我只要准备 A、B 2个方案就足够应付了。对于你呢，就是 A、B、C、D、E 都不够。我其实觉得，其实你现在吧，应该是特别爱我。你少臭美！你不爱吗？我还是害怕你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怕你不开心。所以你今天来，主要是为了这个是吗？那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说吧。叶一鸣的辞职报告已经过了医务处，到刘峰那儿签字去了，这就是离职的最后一步。他真的要走了。我知道啊，这不是什么新闻。韩佳瑜，你真的知道吗？哎，我真的是怕你到时候受不了，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你才知道自己最内心的想法。等失去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对你有多重要。我跟你说，后知后觉的感觉最痛苦。这是他对职业的追求，我很理解。当然，
我也祝福。是，那人不能是光有工作不要生活呀。是他可能是有了一个更好的职业前景，但是他的生活呢？哎，你想一想哈，他要是一个人去了上海，他得多孤单啊！哎，你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了，好吗？那是他的自由，说点高兴的吧。反正你到时候别后悔。那。给我插着。是。你妹妹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妈说最近挺好的，前一段时间他们带孩子来复查了。检查结果是应该可以坚持到5岁左右吧，再做第2次手术。全家挺开心的，还准备最近去度假，还问我去不去。度假？哼，这俩字怎么写我都忘了。咱们俩想的是一样的，我们跟人家就不是一个次元的人。我每次在手术室手术的时候，累得不行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此刻我在度假，躺在海边，放眼望去，茫茫的大海，我就这样躺着，点一杯冰啤酒，脑子放空，什么都不想，这种日子多爽！你想的还挺美。我的愿望呢，就是今年医院福利不要再发店名称了。哎，我听说那个泌尿科主任都6个店名称了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跟你讲，他都快疯了。他说他以后退休之后都能开个烙饼铺了。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说咱们医院为什么就不能来点实际的东西？什么实际啊？这个啊，肤浅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个小区的房源紧俏，而且你们可以看，这个房子呀保养的特别好，住在这儿的人是医生，房东啊已经租给他好多年了。主任，太漂亮了吧，女王啊，在这儿，快上座。太好了，你正好挨着 CC。老王这回算找了一好媳妇儿。今天我们很荣幸能为他们主持婚礼，接下来呢是婚事的环节。你的新人，请认真的倾听我下面一段话，并郑重的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。朋友们，婚姻是一种承诺，婚姻要求的是延续一生的相互陪伴，这里面包括了2个人之间的相互帮助、安慰，还有爱。好了，孙东，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有可能经历风风雨雨，你是否能够做到像他的爸爸妈妈那样，永远的爱他、关心他、保护他，用你全部的爱给他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？尊敬的孙导，你能够做到吗？我能够做到。来吧，孙东，带领咱们所有的热情去深深的拥抱你心中的太阳吧。
你也流出来了。哦，我如果带不出来，他们就该敬酒了。我今天不太想喝。卢向东和吴副市长，他们俩真的很幸福。是啊，可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这样的幸福。哦，对了，你的房东我看把你的房子挂牌出租了。那你到上海住哪？国际医院有宿舍，我先住下来看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再出去找房子。你呢？最近有什么打算？我就跟从前一样啊，每天做手术，忙不完的工作，就是平平淡淡吧。我以前觉得这样就挺幸福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可能等到人工心脏真正上市吧，或者还有一些新的医学上的学术的突破，可能幸福本来就是遥不可及，就这样安稳的过日子，就挺好的。我不相信你真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你啊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对你来说永远不够。就像你做外科医生一样，一般的你是不想做的，你要做就做最优秀、最好的那个。我有那么贪心吗？喂，宋主任。知道了，马上回来。怎么了？出事儿了。走吧，把周命组没喝酒的都叫上，回医院。你爸爸情况不太好，不要着急啊，唐主任马上就来。哎，宋主任。哦，唐主任。病人心衰加重了。知道了，辛苦了。啊，不客气。美玉。唐主任，你快看看我爸呀！你父亲现在的情况很严重，心脏随时可能会停。心脏停是不行了吗？对。主任，刚查询过移植平台了，还是没有相匹配的供体。知道了。现在的情况是你父亲需要尽快手术，但是移植平台没有合适的供体，所以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条路。美玉。唐主任，我把我爸交给你了，求求你救救他。放心，我会尽全力。唐主任，这是阿赫第一台国产四全福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，您对手术的成功有几分把握？留外医院的人工心脏也已经进入了临床实验。留外医院的顾主任这样描述你，我原话转述啊，您是他见过医术数一数二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手术。唐主任。喂，顾主任。唐主任，我正准备做人外首例国产人工心脏植入手术，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一声。巧了，我也是，我现在正往手术室走呢。您的病人是？消防员。至少2年前是吧？从火海里救人的那种男子汉，浑身肌肉，可现在瘦得像一把柴火，连下床都费劲。重度心衰是对病人最大的折磨。你的病人呢？我的病人是个果农，家里住砂糖局的，听说味道非常好，家里有1儿1女，他们说宁愿倾家荡产也要救他们的爸爸。顾主任，真的非常感谢您。是您和国内这些同僚坚持10几年的奋斗和努力，我才有今天的成功。可以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所以非常感谢您。救治病人是医生的天职，病人把心脏交到我们手里，我们为了病人还有什么不能做的？这句话，薛老也说过。祝你手术一切顺利。
彼此彼此。唐主任，病人生命体征稳定，已经进入麻醉状态。人工心脏临床实验第一例人体植入手术，现在开始。手术刀。电锯。来，开生器。可以对接管道，开体外循环。转机。体外循环建立完毕，针池。人工血管，准备人工心脏。人工心脏植入完成，准备启动人工心脏，开放生主动脉，心脏跳动恢复后，体外循环缓慢减流量。主任，这才是手术最难的部分。对，在开启人工心脏的同时，体外循环需要缓慢地减缓它的流量，一升一降，此消彼长。叶主任，帮我时刻盯紧病人的生命体征。明白。周达。开启人工心脏，开机。人工心脏转速调到1000，体外循环逐渐减流量。人工心脏转速调到1400。1400。人工心脏转速调到1800。1800，转速调到2200。2200，转速调到2500。2500。人工心脏转速调到2600。2600。关闭体外循环。唐主任，病人左心抽得太猛。周达，把人工心脏调回2540。2540。这下好了。
2540，病人左右心可以达到平衡了。情况差不多了，你们赶紧回去吧。今天我守在这儿就行了。主任，你消耗够大的了，要不我留下来吧？哎，廖主任，你这有点喧宾夺主了。ICU 一向都是我负责的，你也回吧。今天晚上你们两个都别争了。你们两个对人工心脏的经验都不够，他左心衰这么多年，突然恢复功能，很容易导致左心过度做功，右心跟不上，反而会导致右心恶化，甚至出现失产。哦，这就是叶主任手术室提醒的，说这个左心抽得太猛了，现在虽然平衡了，也可能出现其他的状况。对，晚上还得监控人工心脏的各种情况，还得调试。老周，你回家吧，你闺女在家等你呢。哎，主任，我在值班室睡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走了。走吧。李美月，李美月，你爸爸现在情况挺稳定的，我带你去看看他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给我弟弟发个消息，这样他下飞机就知道我爸爸手术成功了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情跟你说明一下，装了人工心脏的病人，从胸口听是听不到心跳的，不是说他的心脏不跳了，而是因为他的机器声音嗡嗡作响，会听不清心脏的跳动，所以你不用害怕，好吗？来吧，谢谢。记录一下。主任。过来看看吧。爸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情况还可以。美月，我能喘上气儿来了，手脚暖和了。你爸爸在没有等到合适的心脏移植供体的时候，他都要靠这颗人工心脏生活，所以会对生活带来很多不便，需要家属和病人的配合，能做到吧？能，只要能和爸爸多一些相处时间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谢谢你，唐医生，谢谢你救了我爸。别客气。走了。呼叫唐佳瑜。喂，刘峰。
明天开新闻发布会，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吧？仁外医院都开了，我们也不能落后。明天就这么定了。佳悦，叶主任，林德川情况怎么样了？唉，调了一次流量，右心还在适应当中。这2天还是要在 ICU 观察一下，等情况稳定了才能转回正常轮房。今天还破了一次例，林美玉还进去看了一下爸爸。见着亲人，见着亲人好啊，能让患者更有动力，恢复得更好。哎呀，刘峰真是沉不住气，明天就要开发布会了。明天啊，那也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。我明天就要去上海，下午的票。这么快？啊，安和的离职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，上海那边一直在催我，我就心想，赶快过去吧。谢谢你，让我参与了人工心脏的手术，让我在安和最后一台手术这么有意义。佳悦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祝你一路平安，一切顺利，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，保重。看什么呢？吓死我！听说这个叶一鸣要去上海了，我知道。你就没想着要拦一下？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，咱都这岁数了，不是说了吗？别不爱听，但是咱依然美丽啊。咱好不容易碰上一个稍微有点心动的，咱还不把握住这机会？别等着将来吃后悔药。就你知道的多。反正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琢磨琢磨啊。词儿背的怎么样啊？谁的词？唐主任。哎，刘渊，医院发布会，你来主持吧。我主持啊？别忘了词儿啊，我先下去了。哎，你不是为这发布会都准备半年了吗？是啊，之前不是因为想竞选院长吗？不过现在我可能不竞选院长了。啊？不竞选为什么？当了院长，工作可能会更忙了。那我家里怎么办？佳悦，如果要在仕途和家庭选一样，我选家庭。都这个年纪了，连宋宝德都能释然，踏踏实实去弄那个先心病基金，我有什么放不下的呢？一会儿医院部分你来说，好好说，给我们安和长长脸。我一开始研发人工心脏，只是为了制造一台完美的血泵。
但当我跟安和医院的医生接触之后，我才知道全国有近1000万的心衰患者，由于移植供体短缺，每年能够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人只有400人。想要成为这400个人当中的幸运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。现在，安和医院跟安心医疗共心脏摘除下来之后呢，他们就可以像正常的人，正常的生活。离人工心脏真正意义上市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。医学研发人员会不懈地努力，以最快的、最短的时间，把人工心脏带给我们全国的使用者。谢谢。
喂，知道了，马上回来。又来了一台急诊夹层。走吧。